老子快来！别让他救他！刘星，你来了。有人通知我来见道馆，是我通知的。有何吩咐，长官？去那边豆腐换上。是的，17号衣柜，我已经替你把衣服准备好了。快去。嗨。会有吗？一点点。齐印的孩子一落生就是养育病。还是有点支出的。一点点。我未来的岳父大人让我替你们增添这堂课。我猜着了，那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这是作为体育项目，还是军事课程？是对军官的道德训练。听起来很新鲜。我看也是。传统的中国军人，既没有夸张的男人性格，也没有比武决斗的风气，只有说服。以儒家学说对军人加以道德说服，所以中国军人最理想的崇尚是儒家。还真是这样。听我的，丢掉它。日清战争已经证明，所谓的儒家是不管用的。从今日起，我将向你教授日本剑术。在剑术的道场里，你可以理解到我们日本人的精神人格和生活方式。
连星期天带你去东京帝国大学串串门课。东京帝国大学？去那儿干嘛？那儿有一堆有趣的人，他们也想认识认识你。你干嘛跟他们提我？嗨，我不提你，我提谁呀？提千里兄，就他的张口闭口袁大人。我跟你说，这不仅有咱国内的留学生，还有一位朝鲜国富家小姐。富家小姐，朝鲜的，当然啊，那还有那个家，也是那儿的留学生。上午、下午？下午不行，我得去大华。那就上午，别忘了。凯志，你跟我说说，当初你是怎么闹到刑场，差点被人砍了脑袋的？你这样知道？是，我想知道。其实我那时候跟现在没什么不同，也是这儿听听课，那儿开开会。是吗？我那时候啊，在武昌读自强学堂，自强学堂呢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起先啊，这张之洞和唐才常关系特好，俩人私下经常来往。是那个维新派的自立军总指挥唐才常？对对对，就是他。他经常啊来学校给我们讲课。自强学堂的学生啊，没有一个不崇拜他。咱也弄不清楚啊，你说这张之洞突然间就变脸了，认定自立军是乱党，斩首了唐才常一众不说，连我这样的学生也不放过，可不就上了刑场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杀头有1000万种理由，替你戴一顶革命党的帽子，就是其中一种理由。那你信仰革命吗？怎么说呢？如今我们面临的国情是什么？是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能力，对吧？那么要如何恢复这种能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张，有的人主张改良，有的人主张革命。其实啊，这挺自然，你说是不是？你要开一扇门，手里有1万把钥匙，你一把一把试，来不及的，良师告诉你该用哪一把，一用门开了。老实说啊，今天来啊，就是替你介绍良师的。替我介绍良师？哎，不是，你不是替我介绍朝鲜国的小姐吗？一块儿去，一块儿去。日本人的祖先赤条条的一无所有，由海上来到了日本岛。他们既然可以滋生和发展，他们更是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了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并且消化吸收，选定了一种特性，完成了对国家的组织，并以这种力量作为基础，迎着欧丽东侵的时代取向，接受来自西方的科学文明，才造成了今天的实力。朝鲜小姐呢？还没来呢。如孙文所说，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以自信力为基础，这很要紧啊。对日本要紧，对中国更要紧。中国民族如果不能够绝死，绝不能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民族敢死。在当今世界文化的条件下，
要成为一个有意识的民众武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民众武力，就不可能有蓬蓬勃勃的人民革命。好，说得真好，是不是？人呢？那是谁啊？他就是梁湘。哦，他就是那军师会咒说日本之后。梁湘，梁湘，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梁湘，大逆不道！他们在讨论学术。大逆不道，这是！我只看到了一堆乱人，唯独没看见你说的朝鲜国的小姐。我没骗你，那个朝鲜国的小姐不住在学校，通常来的稍微晚一点。去他的朝鲜国小姐！你留着自己认识吧。哎，今日もちょっと難しかったわね。お疲れ様。お疲れ様。難しくなるの。疲れちゃったわよね今日。你说的那个宗室青年呢？老师，恐怕他反感革命宣传。哎，那就是说，还是打动他了。算了，老师，你有我这样的学生，就足够了。不，还应该呀，继续做他工作。反感嘛，不怕。在王莽末年，乡人们看到别人叛乱，就纷纷的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不相信他们。后来呢，刘秀也造反了。刘秀可是贵族，他将衣大冠的往那儿一站，乡人们放心。谭魁，你看，那身价100万的刘秀都站出来说话了，看来呀，可靠。你要明白，能宣传一名宗室青年参与革命，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欧巴。欧巴。どこに行ってたんだい？ちょっと失敗。昨日竹七地を巻き忘れちゃって。誰のスカートはけといたんだ。綺麗にしてこいって言ったじゃない。だとしても化粧してこいとはいけないだろ。とても綺麗だと思わないの？佩蕾莎，佩蕾莎，好看什么好看？哪像是富家小姐？なんて言ったの？最高，친척호세세。話があると呼ばれているんだ。君も一緒に行こう。うん、行こう。凯芝来了，必须把这事情跟他说。凯芝来了，凯芝来坐。凯芝，我前阵子看到梁湘被公爵府的马车给接走了。你说这日本公爵对大清宗室子弟真的会如此亲近？难道真的要辅助大清？我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老师说的对，凯芝，你要劝他站到革命的这一边。刚才我听励志会的同志说，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想培养倾听皇室为自己所用。今后若梁湘这样的人真的成了大清的股肱之臣，咱中国不得对日本俯首帖耳了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揭露日本人伪善的面具。这不只是梁湘，我们要让更多的在日中国留学生都清楚日本人这种汉字野心。对，是得让大家都知道。对，所以啊，我们必须要鼓而呼之。我提议，你们留学生会可以创办一份革命期刊，鲜明其主张，彰显其革命，统一其思想。说得好，凯芝的这个提议好，我可以发动我们宿舍的同学，他们早就跃跃欲试了。我们宿舍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可以。士官学校都为官费生，我都有不便。标稿、排版、印刷，你们一定要亲力亲为。如果经费不足的话，首期经费由我来出，后续的我们一起想办法。凯芝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包在我们身上。放心，凯芝，万事开头难，
我们的使命就是为进步期刊开一个好头。好，就这么干。您倒是说句话呀，行还是不行？区区庭院小景，也能磅礴气息。去了才官气，怕是无人能做到。你喜欢？买家有眼力。蔡先生也是这么说的。蔡先生他得感谢人家，以前他济南画界的小饼。老板，完山老板，你夸了画画的，又夸了那买画的，你怎么不夸夸我这个穿针引线的呀？你不是又要加薪吧？那该加得加呀，我这针过去了，还有线过不去的。我想想。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哦，您请。您看，完全是按照您的要求画的，多么了不起的一幅画呀！你是买画的？你是卖画的？哦，你们认识？不算认识。哦，就是这幅画吧。成，就它了。我买了，是1700日元吧？是的，1700。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徐永红，赶紧帮客人转画。哎，你这个日本贵族的，你也该好好看一眼呀！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不能这么随便，跟买把尿壶似的。还要怎么看？我看他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当我没说，你们齐人可不是纨绔惯了，是钱像是草纸。他是你什么人？怎么这么说话？漂亮女孩子都这么说话。他要这么说话，我就不买了。不买正好，买了也糟蹋了。那行，这画我不买了。どうなされました？这捡人的，插腿就进了我的口袋，不敢出来了。说后赶紧转画。对了，您今天的马甲没来啊？おい、君、早く車を呼びなさい。こんな大きな絵を持って歩けんだろう。はい。では、しべい。你还真傲气，想砸我饭碗。不是，你还真在这当伙计啊？伙计怎么了？那比你这个日本皇室强。你说，你要是不坐那样的马车来买画，至少能省1半的钱。你这傻帽。日本人连皇室也敢骗？倒也不是。完山老板特意叮嘱，这幅画是日本皇室订的。蔡先生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了，光构图就琢磨了半个月，卖力着呢。哦，天皇。日本人还是信天的。要是连天都不信，那就天下大乱喽。你的意思，国内是以不信天了，才天下大乱？你信吗？我？你看呢？就冲你对我们宗室的态度，你肯定不信了。既然画款已付，你有2期了，梁香，我帮你把画装起来吧。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姓名。现在更忘不了了，你是我的大客户呢。以后要买画直接找我，冲您老母亲那和善劲儿，我给你优惠。
那。放心了。可不，大话卖出去了。知道谁买的吗？他死了你也想不到，对面那个奇人。对面那个军事商？他哪来那么多钱？你不是说是日本王室？搭了别人的车。能搭上车也了不得。谁了不得？整一个傻帽，有钱没地方花。你在家水都不烧呀，就等着我回来伺候你啊？守红，回头你请他过来坐坐。谁啊？对面那个军事商啊。怎么？人家有钱要打劫呀？我跟天祥商量过，要争取所有留日军事生，站到革命这一边。你们怎么见不得一点好，见着点好就想往口袋里揣？我们的大政方略，请中央革命及吸取重镇之二法。这二法哪样不需要新进的军事人才？找机会你请他过来，我好好的做做他的工作。もうすぐお父様もお帰りになる。きっと気に入ると思うわ。平田中尉は優秀な将校です。突然なぜ彼の話をするの？あなたのことを聞きました。おかしな人だわ。何がしたいのかしら。何で君たちは？あの人の片思いよ。私はまだ決めていないもの。こんな風に世間に言いふらすのはやめてほしいわ。中尉は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いた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本当です。あの人が怖いの？怖いのではありません。共感ですし、尊敬し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この件は中尉に話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あなたって本当にチェンチェンジュンズ？いえいえ、そこまですごくはありません。ジュンズという言葉は中国で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君子不撩人就美でしょ？中国語を勉強しているのですか？父があなた方中国の文化が好きなので、娘も进就着去。よしこお嬢さん、まだ学校に用があるのでこれで。どうして帰られるの？お母様、両京さんたら。夫人にもよろしくお伝えください。本当に急ぎのようなんです。バカ。帰られたの？お母様、平田家の一郎さんたらこともあろうに両京さんに私があの人の婚約者だと言ったのよ。よしこ、あなたは両京さんのあの原発が嫌いなのではなくて？そうよ、嫌いだわ。大嫌いよ。男のくせになぜ女の真似をするの？お母様、彼はどうもめめすぎると思うわ。でもこの絵にそれは感じないのでしょ？平田教官，什么事？学员有疑问。说。同样都是士官生，为何日籍学员在教马克沁重机枪，
而中方学员只教单发来扶墙，又为何日籍学员在教阵地防御时，不仅仅教堑壕构筑，还会教地雷的使用，而中方学员只教堑壕构筑？还有什么疑问？当然，比方说中方学员只教马术，却不教步兵对骑兵的防御。士官神良相到。我想我的未来岳父已经跟你说过，在日本军队里没有解释。可您未来的岳父女儿说，她还没确定要嫁给你。士官候補生両教。はい。1時間後、剣術道場で会おう。はい。你小子有种，什么情况啊？今天我说什么岳父啊？他要修理你的吧？妈呀！我跟他说什么来着？岳父？你说他岳父？说他岳父？他岳父谁啊？白兄，瞧我这张嘴！士官生両教、お前は知ってるか？裾の長い和服を着こなしたければ、和服の礼儀作法にのっとる必要がある。聞いているのか？可我看他就是一块布，曲中开了滔滔的洞。本日の授業を我々の指導にしたくはない。随你，你是老师。教官をやるのも容易ではない。まずは君たち生徒を打ちのめ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でこそ君たちは傲慢な心を捨て謙虚になる。威張るだけではダメだ。それでは意味がない。かかってきなさい。まだやれるな。如果你允许我不守成规，我还能更好些。よかろう。勝てる方法なら何でも使え。既然，那学生就多有不公了。看这！見えるか？君の命は私の手中にある。私が握っている。没错，你说的很直白了。我々の間に気遣いがいるか？本音で話そう。梁想，我奉劝了一句，不要抱怨，抱怨是弱者的专利，而这个世界的规则是由强者来决定的。没有哪一个强者
会把自己的制胜方法全部交给他人。我们日本军方没有这么幼稚，你听懂了吗？说得好，你说的真好。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即便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你说的好。谁叫你是老师呢？拾起你的剑，握紧它。以后要学会用它说话。日本的武士刀不是装饰用的，迟早是要出鞘的。有人说他俩这宝剑，咱屠方不会被打坏了。这不是会。哎呦，屠方来了，那个怎么样？没什么事吧？是啊，向他给答复了没有？是啊，他们不该这么区别教学。要不咱找高木社长梳理去。就是。说话呀！哎呀，屠方，你倒是说句话嘛！啊？这不是没同意吧？这个，过来，让开。怎么了？说句话呀！起来喝水，来来。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但我知道绝不能那样。哪样？请愿、罢课，这在东京帝国大学也许可以，但在军校绝对不行。不这么的，还有别的办法。他不愿意教，教了也白教。只有一个办法，他愿意教的，你就得好好学，学的比他本国学员还要好。等着吧，武士手中的刀，早晚一定会出鞘。还愣着干嘛呀？回去学去吧。对啊，都回屋去。快走了，快点，走了，走吧。怎么样啊？太好吃了。好吃就多吃点啊。反正今天我儿子他不回来，这些东西摆到明儿，那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吃吃吃。哎，尝尝这个，来尝尝，用手拿着。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中国饭了。你那儿子有你这个做母亲的，太幸福了。养儿难养，这从小拉扯到大呀，得有多少事儿啊！丫头，我都忘了问了，你从哪儿来呀？我老家安庆的。哟，安庆的？不就在咱们下江吗？你爹妈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家开笔墨店的，做毛笔，狼毫、羊毫，卖墨呀、砚呀、宣纸什么的，也就是和写字画画有关的。书香门第，那怎么就到这儿来了呢？杨妈妈，有些还是不说了。
说起来一两句说不清楚。哦，说不清楚就不说了。那吴先生看着跟你关系不一般呐。哦，不难为，不难为，说不清楚就不说，咱说那些说得清楚的。哎呀，这话也是，我这儿啊，打小在齐营长大，你怎么能想到，这就到东洋来了？谁也想不到啊。你那老师不一样，他是传宗送来培养的，将来要做将军的。什么将军呀？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杨妈妈，你这饽饽真好吃，太地道了。你跟我儿子那口味是一样的。哎呦，他也爱吃，那馋劲儿。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只要当兵啊，就没有不馋的。这一当兵啊，他有空他就肚子饿，有时间他就想好吃的。是吗？那天我儿跟我说，他行军操练的时候，他想吃什么，你知道吗？他想吃啥？他想吃那个小时候的杏儿。哎，想起这么个玩意儿来了。杏儿。哎呦，那吆喝起来啊，可好听了。情睡了杏儿嘞，不算了蔫儿了米的杏儿嘞，好听吗？说。吴先生叫你了。杨妈妈，我去吧去吧。哎，丫头，你把这个给吴先生端过去，让他也尝尝啊。哦，这个，那就拿饺子吧。好，谢谢杨妈妈。宋公，宋公，宋公，大人，什么事这么慌张？你先看看这个，这不就是一张10元券吗？宋公啊，你可看准了，已经验明此为假钞。假钞？今天上午，万盛钱庄的有伙计拿了11张这样的假钞到柜上来兑取现银。幸亏经手的是一个老道的职员，当时就觉得不对。经过查验，果然是伪造的。竟有这档事！方真度如此之高，这还不是最坏的。上午出的事儿，下午上海所有的钱庄就全都知道了，人心大乱呐。他们把通商银行所有的钞票全都拿过来了，要立即兑取现银呐。弄到柜上，是应接不暇，现在都没有关门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孙矮子知道吗？盛董事长远在北京，还不知道这件事儿。我这不是来找您来了吗？马上派电报告诉盛江淮，此事非同小可，控制不住，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派电报去。抱拳，抱拳！哎呦，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呀！什么事？我刚从于公馆回来，你晓得吧？咱们通商银行的钞票被人做了假呀！不就是11张10元券吗？不是呀，先是10元券出了假，晚上又发现5元券也出了假呀。5元券也有假的？要不怎么说不得了了呀？于家的那个厨子小丁啊，
哎呦，就是烧淮扬菜的那个。哎呀，我知道，擦姐，快说。小丁今天拿了一张5元的券去汇丰银行兑换现银，银行职员非但没有给他兑换现银，还当场把钞票撕掉了，还盖上了“假币”2个字。小丁非让我把这个拿给你看看。你可是通商银行的董事呀，他让你一定要给他评评理呢。妈的，麻烦大了。挥手峥嵘，血洒从容。